俄黑海舰队在自家港口呢又被炸了，真是太惨了，简直就是3天一小炸，5天一大炸呀！大兵是真的怀疑再过半年黑海舰队怕不是要被除名啊。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接下来一起跟大兵来看一下。就在当地时间11月4号，乌克兰空军再次向克里米亚克赤的造船厂进行了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在5号的报道，这次打击中呢，乌空军发射了15枚巡航导弹，其中呢，俄军虽然成功拦截了13枚，但是仍然有1枚导弹命中了造船厂内的一艘军舰，造成了严重破坏。这时候呢，乌空军司令也表示，袭击使用了风暴阴影导弹，并补充说道，希望继莫斯科号之后又有一艘军舰沉没。其实这次袭击啊，如果只是重创了一艘普通军舰，或许算不上重大战果。但是按照乌军方的说法，这次受损的呢是黑海舰队的阿斯科尔德号护卫舰，属于22800型护卫舰的第2艘，排水量在800吨左右。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该舰呢最早在2016年在克赤的扎里夫造船厂建造，并在2021年举行下水仪式，至今呢依然是处于海试阶段，并未正式服役。也就是说，阿斯科尔德号还没有进入服役生涯就被乌空军给炸了。这好比俄新兵还在军营里面进行训练，还没出门就给乌军给干掉了，真是太过悲催了。最重要的是，该舰对于俄黑海舰队来说呢，有着很大的意义。它能搭载口径巡航导弹，算是俄海军打击乌军的重要利器了。要知道，自从苏联解体以来，现今的俄罗斯呢，早就无力承担大型舰船的制造了。俄海军已经很少有超过5000吨以上的大型军舰入役了，因此只能用一些小型舰艇来补充海军的战力。但是虽然这些军舰吨位不大，却处处体现着苏联军舰的思路，哪怕只有800吨的排水量，阿斯科尔德号呢也安装了现今的防空系统，也就是 Panther M 防空系统。不过呢，在北约援助的风暴阴影导弹面前，这些俄制防空系统选择再次摆烂，干脆直接用本体拦截，真是应了那句话，累了毁灭吧。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在被导弹击中之后呢，该舰已经严重受损了，修复的概率并不大，就算能修复，以俄罗斯现今的情况，恐怕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说俄乌战争结束之前呢，能修好就不错了。需要注意的是，除了这次的打击呢，在过去几个月内，乌军对克里米亚半岛俄军目标的打击其频度和烈度也是很高的。尤其是在9月份，就比如说在9月13号凌晨，乌空军出动了5架苏 24M 轰炸机，向塞瓦斯托波尔一处海军工厂一口气发射了10枚风暴阴影，并且出动了3艘无人艇进行联合打击。期间呢，有3枚风暴阴影导弹击中了该港区核心的2座干船坞，重创了正在船坞内修理的明斯克号登陆舰。同时，顿河畔罗斯托夫号潜艇也被击中。虽然事后俄国防部坚称这2艘舰艇在修复后将继续服役，但网上曝光的现场照片看，后者艇体被炸出了大洞，整个艇身严重烧焦，基本上是可以报废了。紧接着在9月14号清晨，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上的一个 S-300 防空导弹营也遭到了乌军无人机和海王星反舰导弹的打击。从事后西方卫星拍摄的照片来看呢，该营至少有一部发射车被毁，其余发射车也被迫转移阵地。有意思的是，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发言人表示，乌军摧毁的不是 S-300，而是俄军 S-400 防空系统。如果是真的，那损失就更大了。与此同时呢，在同一天，乌军还动用了5艘自杀式无人艇，对俄黑海舰队谢尔盖科托夫号巡逻舰发起了袭击。随后呢，又试图袭击一艘气垫导弹艇。在次日呢，又有卫星图像显示，该舰队的新的旗舰马卡洛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疑似被乌方无人艇击伤，正在由2艘拖船拖回港内。紧接着，还没等俄军反应过来，9月22号中午13点左右，该岛上的塞瓦斯托波尔黑海舰队司令部又遭到了乌军导弹打击，其中1枚导弹直接命中司令部大楼，目前已经确认1人失踪，6人受伤。此外呢，在塞瓦斯托波尔遭到袭击的同时呢，岛上的巴赫齐萨赖军事基地也遭到了乌军导弹袭击。
在经过一连串上述的打击呢，俄黑海舰队不说是伤筋动骨吧，也算是来到了撤边的边缘了。立下军舰基本个个带伤，整个舰队的战力是实不存疑。更重要的是，俄军港口被不断打击的同时呢，乌军却即将迎来重磅武器。在11月2号，根据俄媒《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的报道，在11月1号晚上，有2辆大型卡车从波兰边境进入乌克兰境内。令人震惊的是车上分别装载了一架处于拆解状态的 F-16AM/BM Block 20 MLU 战斗机，并宣称在这2架 F-16入境后呢，乌军就有5架 F-16了。虽然数量并不多，但却依然能极大振奋乌军的士气，因为 F-16对未来乌军的反攻有着重大的帮助，甚至能起到定乾坤的作用，可以砸开现今俄军的龟壳。首先呢，经过近2年的作战，美国已经将俄军的底细给摸清了，基本上可以确认俄空军现役的主力战机技术水平是要逊于 F-16的。这里呢，以俄空军的苏35为例，该机虽配置的雪豹翼无源相控阵雷达，虽然放在10几年前还算是先进，但现在看来已经有些落后，而且该雷达还有着体型庞大笨重的缺陷，权重超过了1吨。但即便如此，俄罗斯还是宣称雪豹翼的最远探测距离可达350到400公里，数据是相当唬人，都快赶上一些预警机的范围了。只不过俄罗斯的宣传数据有多少水分，大家从这场战争中呢，应该早就感觉出来了。毕竟俄军 S-300、S-400 防空系统都快被北约援助的导弹打成筛子了，甚至早在2020年的时候，苏35就曾因雷达的性能问题导致其出口给埃及的订单打了水漂。原因呢，就是埃及不满意苏35已经明显落后的航电设备，最重要的是雪豹翼的性能已经远逊于北约各国逐渐普及的有源相控阵雷达，且两者的差距呢不是一般的大。宣传的350公里，经过埃及的测试呢，实际探测距离却只有200公里，缩水了近一半。另外呢，不仅是雷达方面，相较于美国的 F-16，俄罗斯为苏35配套的 R-77空导弹也存在水分，这是由于整个俄系空导弹普遍存在着导引头差劲的问题。另外，由于 R-77使用了长方形弹翼和炸格尾翼，虽然增加了一定的机动性，但却加大了阻力，限制了射程。对外宣称的80到100公里的射程，实际只有50到60，极大地限制了苏 35S 的超视距空战能力，根本无法在超视距空战中与 F-16相抗衡。最重要的是，在俄乌战争期间，乌军已经缴获了不少俄军苏 30SM 和苏35战机的残骸了。比如说，去年乌军在哈尔科夫大反攻中呢，缴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 RTU-518PSM 机载自卫吊舱。根据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该吊舱是一架俄军的苏 30SM 战机的残骸中被发现的。该吊舱呢，又名帆船赛，属于俄军西比内电子战系统的一部分。这对于俄军来说呢，可以说是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泄密了，因为该吊舱可能会导致西方国家破解俄军战斗机的电子干扰系统，从而大幅降低俄军战机在敌方雷达制导导弹打击下的生存能力，进而暴露出俄军战机的某些细节和弱点。一旦被破解，这些俄军主力战机基本上就只能扭头逃跑了。因此呢，相较于俄空军战机，未来 F-16的最大威胁反而是 S-400等防空系统。但是只要乌空军仔细规划 F-16的任务路线，再配合上无人机、海马斯以及风暴阴影，就能极大削弱俄军防空系统对 F-16的威胁。同时呢， F-16的到来也能让乌军对俄发起立体攻势，不再局限于陆地战。配合着北约游荡在乌克兰周边的预警机和情报支持，再加上以陆地攻势同步推进，即可在控制敌人防空的情况下成功歼灭俄军战机，从而彻底占据空中优势。随后呢，乌军再通过空优打击俄军的陆地战力，用空袭来砸碎俄罗斯现在的防线，反过来再发挥己方的陆地战力推进，从而形成一体化的打击模式。这对于当前还在沉迷于陆战的堑壕战的俄军而言呢，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而最重要的是，该型号的 F-16能实现用北约现役的所有导弹，只要北约不限制弹药使用，俄乌战争有可能进化成另一场海湾战争。
届时呢，乌空军的 F-16完全可以待在自家防空导弹的防空网中，用长射程的精确制导弹药点明俄军的前沿阵地。如此一来，俄军精心布置的地雷阵也会失效了。与之相比，俄军由于2014年开始的制裁，精确制导弹药的准备不足，在这场战争中呢是暴露的淋漓尽致。另外呢，就是因为制裁，俄罗斯无法获得精确制导弹药所需要的关键元件，对弹药的精确度确实造成了很大影响，所以在精确打击方面与乌空军存在着一定差距。另外呢，大兵猜测，在 F-16战机到达乌克兰后呢，泽连斯基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请求北约援助电子战飞机，让自家空中部队彻底形成体系化。到那个时候，俄军的压力将会更大。不过，想要达到以上的效果，还需要乌空军的 F-16有着一定的规模。根据目前已知的信息，大批 F-16交付乌克兰的时间最早也要到今年年末或者2024年年初了，但真的要达到符合作战需求的规模，可能要等到2024年中旬，甚至是2025了。毕竟，根据丹麦官方的说法，该国援助的19架 F-16要到2025年才能完全交付。同时呢，荷兰会援乌的42架 F-16也不是一次性交付的，或许要稍微维修一下，这边需要一定的时间。而根据以上 F-16交付时间的推断，乌空军的 F-16想要真正形成战斗力，进而执行打击任务，可能还需要半年到1年的时间。而且想要达到海湾战争的那种效果，乌空军的 F-16数量最少也要几十架的规模。另外，如果再考虑到未来乌军的 F-16不仅要执行空优任务，还要执行对地打击任务，那么数量呢还要再提一些，不然很可能还是不够用。毕竟虽然俄军的表现很拉胯，但双方的体量依然是有差距。俄罗斯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届时东拼西凑一下，还是能够拿得出够用的飞机的，这是乌军需要考虑到的问题。好了，说完这些，我们再来看一下近几日各战线的局势。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依旧备受关注的阿夫迪夫卡区域。近几日呢，俄军对该区域的全面进攻正在转变为战术进攻，但依旧在集结更多的部队，试图夺取该区域的大型焦化厂。不过过程并不顺利，在短短1个月时间里，就已经损失了数千人和数百辆坦克装甲车。而近期呢，根据俄媒体的报道，驻守在这里的乌军第47旅在克拉斯诺霍里夫卡北翼成功反击，重新夺回了附近的部分铁轨。继续这样下去呢，乌军有可能从这里切断围攻北翼俄军的补给线。未来随着天气的不断恶化，俄军攻下阿夫迪夫卡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了。然后是库皮扬斯克区域，根据前线消息，俄军呢在新基夫卡和伊万尼夫卡区域向乌军阵地组织了新一轮装甲纵队进攻，期间呢还动用了战机轰炸乌军防线，但均被乌方击退，并且摧毁了众多俄军装备。至于赫尔松地区，目前乌军已经控制了第聂伯河左岸的克林基村，并在稳步向前推进，已经控制了皮德斯杰普涅以北 2.5 公里处的太阳能公园，开始将目光转向科扎奇拉杰里，想要从那里推进到 M14 高速公路。期间呢，为了阻止乌军，大量俄军在没有炮火支援的情况下猛攻乌军阵地，伤亡惨重。俄军在左岸的压力正在越来越大，如果依然无法阻止乌军的推进，俄军就不得不将从扎波罗热南线或者其他区域调遣部队增援，但这会削弱其他战线的防守力度，有被乌军突破的可能性。总结来说呢，乌军近几个月的反攻进度确实是非常缓慢，但并不是说没有效果。目前最重要的是，北约各国的下一轮援助会在什么时候到达？只有这样，乌军才能加大反攻力度，而不是和俄军一直消耗下去。对此，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